叶城，都到这儿了，老实交代你是怎么盗取龙岭唐墓的？同伙都有谁？盗走的文物现在在哪儿？警官，我真不是盗墓贼，我就是写过一本关于龙岭唐墓的小说。写小说这事儿总不犯法吧？小说？哼，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小李，把东西给他看看。我看着手里的现场照片，脑子轰的一声，忍不住在心里爆了粗口。不会真的这么巧吧？我自己也彻底愣住了。我穿越来这个世界，只想当个安稳的文超公，哪想到小说里写的东西竟然真的存在。这下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现在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那边一直在下雨，考古队员无法携带设备翻山过去，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捷径？只要你说出来，我会为你争取减刑的机会。我耸耸肩，我无罪，何来戴罪立功一说？这里的龙国虽号称上下50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可秦前历史无文物出土，西方拒不承认，还将其归为神话传说。考古界早已愤愤不平，虽无心与他国争辩，但总不能让这些外族看了笑话。如果能通过考古来证明，宣扬我泱泱华夏之深厚底蕴，是每个华夏人应该做的事情。我叶城自然也不例外。那就好，你稍等，我去请示一下领导。1天前，考古队已经在这里驻扎了整整3天，连日来一直阴雨绵绵，山间土路湿滑泥泞，队伍根本没办法顺利进山。临时搭建的帐篷内，我担心再这么拖下去，上面会直接终止这个项目，到时候我们又会错失一个研究古文化的绝佳机会。他正说着话，忽然看到下面坐着的一个女生，非但没听会议内容，还在低着头不停划着手机屏幕。陈教授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心里有些生气。李朵朵，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大家都在为进山的事想办法，你还在低头看手机，手机里能给你想出解决办法吗？有个人也许能帮上忙，这个人就是叶城。叶城是个作家，一手开创了国内的盗墓流派，他写的小说内容格外真实，读来有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很多人都觉得那不是小说，是他的亲身经历。旁边的年轻人纷纷开口附和，语气里满是认同，说自己也是。有时候看开关那段紧张情节，都怕里面真跳出来一只粽子。显然这群人全都是叶城的忠实粉丝。老师别听他们胡说，我干考古这么多年从没见过，您干了一辈子见过吗？没见过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兴许真的存在。要是叶城写的都是假的，他怎么会被抓？这都是巧合，是叶城瞎猫碰到死耗子，正好猜中了而已。不对，唐墓建制虽然香不多，但里面西周时期的人面果怎么解释？难道这也能是巧合？这个人不简单啊，他绝对去过那里，绝对是个盗墓贼，错不了的。啊，叶城真的是盗墓贼啊！陈教授接着说，他昨天和现场联系过，唐墓保存完整，陪葬品无丢失，唯一珍贵的蚊香玉也没被带走，说明叶城起码不是坏人，比那些毁盗文物的盗墓贼良心多了。喂，朵朵。李朵朵闻言立刻兴奋起来。视频接通后，我看到陈教授便热情打招呼，这位考古界名家我早有耳闻。陈教授开门见山，叶先生，您该知道我们的目的，我们现在非常焦急，我不管您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帮我们尽快进山，我一定尽力给您求情，让警方从轻发落。我强忍骂娘的冲动，陈教授，你们那里应该有无人机吧？让无人机升空，绕着附近转转，我想实地看看。好，我这就王岩，你去安排一下。陈教授连连点头，立刻让王岩照我说的做。王岩却100个不情不愿。王岩，快去！老师您歇着，我去吧。无人机升空画面传到我手机里，我心里清楚，若这里真是我小说里要写的墓，山里藏有水路直通对面，画面里山清水秀高耸的峭壁和河水相映成章，简直是世外桃源。我目光紧锁着眼前无人机传回的实时屏幕，同时快速调动16字阴阳风水秘术的核心知识，仔细观察画面里的周遭山风水格局，低声念出寻龙分金的口诀。你在嘀咕什么？有没有新的发现？我闻言满脸轻松地对着身旁的陈冰淡淡笑了笑，没什么，都是之前看古籍记下的一些风水相关知识，只说这里的山水风水格局确实上佳，水龙与土龙交融相生，相辅相成，能葬在这里的必定是身份背景了不得的大人物。陈冰听完满脸都写着浓浓的怀疑，挑眉歪头反问我是不是真的，只看几眼就看出了风水门道，不会是随口胡编的吧？自古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选墓葬地，核心依据都是五行风水，学会这套学说找古墓并不难。一直沉默观察着屏幕的陈教授闻言立刻出声赞同，古墓选地都以五行风水为核心基础，只是这学说晦涩难懂，从古至今精通的人寥寥无几，但凡精通者都有了不得的成就。说完这番话，陈教授立刻转头看向我，眼中带着浓浓的好奇与探究，开口询问：听叶先生的意思，你对这门五行风水学说有专门的研究？平日里写小说需要，找了些古籍资料研究了一下，只是略懂而已。陈教授闻言哦了一声，便没再当回事，大概觉得我口中的略懂只是看过几本书，根本不可能真正入门。我忽然死死盯着屏，有了新发现。画面里是2座山的交汇之处，立刻神情严肃的高声喊停无人机，让李朵朵快速操控无人机往下降。李朵朵立刻应声操控无人机下降，到了山顶位置，
众人豁然看见两座山斜着交叠在一起，高的那座正好遮住矮的山顶，远看紧挨在一起，近看才发现两山之间有宽缝隙，河水从中奔腾流过。王岩等人都惊呆了，他们之前从没注意到这点。我倒是表现得十分淡定，开口让无人机顺着水道往前再看看。黎朵朵语气里带着期待，立刻操控无人机向前穿过两山夹缝，前面有座山挡住去路，山水相交处竟有一个水洞穿入了山体内部。王岩见状，立刻激动地让无人机绕到山后，黎朵朵立刻应声操控无人机飞到山的另一边。这一过去，才看见山体另一侧真的有出口，水洞完整贯穿了整座山体。众人瞬间激动起来，陈教授激动得直搓手，连声说有了这条水洞就能轻松运器材进山。考古队的人全都兴奋不已，系统提示我指导考古队寻路成功，奖励麒麟血脉。我只觉体内一阵温热，身体素质大幅提升，五感瞬间清晰，体内像有无穷的力量在涌现。陈冰眼神古怪地盯着我问，这又是巧合？我点头称是。陈冰翻了白眼。电话那头传来陈教授带着激动的沉稳声音，叶先生，真的太感谢你了，你为我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求情，为你争取减刑的机会的。我听得满头黑线，这老头竟真的认准我就是盗墓贼了。不过我也没因此生气，平复了语气，郑重开口提醒道，陈教授，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虽然这水洞是近路，但从风水上讲，这水路四面环阴，乃是风水宝地之内的藏污纳垢之处，贸然进去很可能会遇到危险。我建议你们最好找附近的村民打听一下情况再进去。电话那头的陈教授不在意的朗声笑了笑，语气里带着几分对科学的笃定和不以完，开口说道，放心吧，风水这东西能信，但也不能全信，还是要摒弃一些违反科学的地方的。对了，还是要再次真心郑重感谢你啊，叶先生。见对方完全不为所动，我也没有再多费口舌劝说什么，满心无奈地挂断手里的电话，转头看向一旁正神色严肃盯着我的陈冰，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开口问道，我说陈警官，这忙我也帮了，我现在到底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啊？陈冰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表，抬眼看向我，语气平淡没有波澜地说道，你的嫌疑还没有完全解脱，按照规定，我们可以将你扣押24小时，如今才多过3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是无辜的，你还要在这里待整整21个小时。我闻言重重地叹了口气，一脸生无可恋的无奈说道，好吧，那现在能给我找个地方睡一觉吗？我昨天熬了整整一宿，真的实在困死了。这个好吧，不过我们有问题会随时叫你。行，先让我睡一觉就行。找到了关键进路的考古队立刻热火朝天地忙活起来。陈教授有条不紊地安排所有其他人去准备充足的物资装备，随时准备进山进入水洞。但他想了想，还是特意叮嘱王岩找人去附近的村庄仔细打听水洞的各类相关情况。老师，这还有什么好打听的？王岩满脸不解地看着陈教授，皱着眉开口说道，那个叶成说这水洞风水不好，可能有危险。陈教授沉稳解释。王岩闻言满脸无奈，觉得叶成能找到水洞只是运气好而已，根本不信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考古区内本就有随行记者驻扎，得知是我指导考古队找到近路后，立刻发现了热点，以最快速度撰文发稿，消息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许多人喊着要开直播想看现场。与此同时，王岩派出去调查的人也回来了，我在警局的休息室里正等着。考古队那边的消息就很快传过来了。考古队的帐篷里，黎朵朵和男生张扬慌慌张张跑进来，一脸焦急地汇报打听到的水洞消息。陈教授安抚众人后，开口询问村民为什么这么说，总要有个缘由。黎朵朵向众人转述当地村民流传已久的传说，称这片水洞内藏着稀世宝贝，从古至今无数人入内寻宝，可但凡进去的人全都没能出来，久而久之，便没人敢再进这水洞。叶成说的水洞风水不好，有脏东西，是不是真的？一旁的王岩听到这话，当即脸色一沉，就要厉声发作，却被身旁的陈教授抬手摆手及时压住。张队神色慌张跑来说小战士全都失联。陈教授猛地站起，李朵朵缩在一旁悄声说他们不会也被吃掉了吧？当即就被王岩厉声呵斥闭嘴。战士们刚进去时一切都正常，后来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一阵古怪的声音，听着像是铃铛声，之后就彻底联系不上了。王岩质疑是不是没信号，张队说用的是能在地下500米通话的军用设备，信号正常但无人接听。一股刺骨的寒意瞬间从在场众人的心底缓缓升起，立刻安排专业的救援人手进洞救人，务必在船后牢牢绑上绳子，出事就立刻把船拉回来。张队接到指令后立刻转身去安排相关事宜。帐篷里在场众人的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本以为找到了进山的绝佳捷径，没想到现在又出了这档子意外。陈教授紧紧皱起了眉头，他又想起了叶成之前的提醒。这时消息传来，大巴车缓缓开进了考古队的营地范围，主播冰冰带着直播团队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了陈教授的帐篷。陈教授您好，此次前来是想做一期考古直播相关内容，还望您应许。可以，你们自由直播即可，不干涉队内正常工作，其他相关事宜找王岩对接。冰冰随即转向一旁的王岩，询问起叶成的相关事情。
听说考古队是在叶城的指引下才找到了进山的水洞。王岩满心不愿承认，可事实摆在眼前，只能点头。这时张队又急急忙忙跑来说又出事了。冰冰立刻让团队开启现场直播。出了什么了？去救援的人也失联了，不是绑了绳子吗？赶紧拉出来！拉了，没用，绳子断了，是能承重1000公斤的尼龙绳。断面像是被什么东西咬断的，一股寒意再次笼罩在众人身上。陈教授顾不上外面下着大雨，立刻带着众人跑出去查看情况。冰冰拉住李朵朵询问出了什么事。直播开启后人气快速飙升，李朵朵讲述前因后果，说叶城早提醒过水洞是藏污纳豆之处，会出危险，还直言叶城一定能解决麻烦。直播间里网友反应热烈，有人催着赶紧请叶城来，有人好奇水洞里到底有什么，有人担心小战士的安危，还有人发现叶城新小说的开头和这里高度相似。此时叶城正在警局补觉被叫醒，接过陈冰递来的手机听明情况。河边围了好些人，旁边放着一截断掉的绳子，昏暗的应急灯映着陈教授铁青的脸色。几个先行探查的小战士被困在幽深的水洞里，生死不知，没人能确定洞内此刻的情况。张队攥紧对讲机，想继续派人进去救援，却被陈教授伸手拦住。他沉声说不能再贸然派人进去，得先弄清楚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众人很快敲定用无人机先行探查洞内情况。李朵朵病逼凝神操作着无人机，缓缓飞进水洞。洞内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无人机贴着水面平稳飞了200-300米后，镜头里赫然出现了2艘皮划艇，那几个小战士全都静静倒在艇里一动不动。艇上的小战士们一动不动，像是陷入了沉睡，隐约能看到有东西在他们身上缓慢爬动。黑漆漆的画面里根本看不清楚具体轮廓。李朵朵操控无人机慢慢下落，突然传来刺耳声响，一道白影闪过，无人机被砸中掉进水里，画面瞬间陷入一片漆黑。画面一黑的瞬间，现场所有人都瞬间愣住了。那是鬼影，见了鬼！那些兵都是他带的，绝不可能被吓晕。他们身上还有东西在爬动，不能再耽搁了，他要亲自进去。却被陈教授伸手拦住了。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要不找叶城吧，毕竟他之前特意说过让大家小心水洞的。王岩立刻出声反对，说叶城就是个写小说的，找到水洞完全是巧合，专业的求一个写小说的太滑稽了。没想到陈教授沉默了片刻，缓缓点了点头。试试吧，也许叶城真的有什么好方法也说不定。他想起了叶城之前特意提醒过水洞有危险的事，当时他以为叶城是故弄玄虚，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显摆，是真诚的善意提醒。王岩拗不过态度坚决的陈教授，没办法，只能拨通电话联系叶城。你们期待的环节马上就到了。另一边的我刚睡着，梦里正要迎娶白富美，灯一关，事儿还没办就被人硬生生叫醒了。我顶着一脸浓重的起床气，死死盯着眼前的陈冰。你们还有完没完了？我才睡了多一会儿啊，不带这么虐待人的。陈冰脸上露出些许不好意思的神色，但事态实在紧急。考古队出事了，现在迫切需要你的帮助。听到出事了3个字，我瞬间没了半点睡意。你们是不是进水洞了？这些书呆子怎么就不听人劝？陈冰点头说了完整经过，狐疑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怀疑。你是不是知道水洞里有什么？知道他们进去一定会出事。警官，你别诱导我。我白了他一眼说，警官你别诱导我，我哪知道水洞里有什么，我又没去过。那水洞是极阴之地，搞不好还是个积尸地。这时系统发布救人任务，奖励生化克制之术。我顿时一喜，连忙点头说好，当然没问题。救人一命胜造7级俘虏，赶紧连线，救人要紧。陈冰站在原地都看呆了，心里满是疑惑，刚刚还不情不愿的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积极了？连线顺利接通，屏幕里的陈教授满脸苦笑，神色间满是不好意思。毕竟我之前特意提醒过他，他却根本没当回事，这才导致6名小战士被困险境。我没有丝毫拖沓，语气干脆的开口：陈教授，客套话先不说了，赶紧说说现场的具体情况，一点细节都不要落下。还有，你们应该用无人机进去探查过吧？立刻把探查的视频发给我。陈教授连忙配合，让张队讲述事发经过，又让李朵朵把视频发过来。我坐在屏幕前，一边听张队讲述事发经过，一边翻看刚收到的无人机视频。小叶，怎么样？有办法吗？情况有些复杂，我看了视频，这水洞应该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条洞口。洞口？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洞口？在场的众人瞬间都惊了，忍不住发出惊呼。普通的盗墓贼自然无法做到，但挖这洞的应该是官盗。官盗除高层外，其余参与者事后都会被灭口。这水洞内恐怕尸体不少，大概率是个积尸地。我继续开口，视频里那些在水里爬动的黑影，恐怕都是尸鳖。尸鳖生性嗜血，必须尽快展开救援，否则那些被困的小战士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众人惊呼连连，都被我这番话镇住了。只有王岩一脸不相信，怒声说我胡说八道，他从来没听过这些东西。我没有丝毫生气，只是对着王岩说：这位大叔，我现在没时间和你争论，救人要紧。可是叶先生，我们进去以后会不会和他们一样莫名其妙的晕倒？我解释铃铛声是晕倒的原因，让他们进洞前务必戴上耳塞，
准备好充足的武器弹药，没有绝对把握，但时间真的不多了。去晚了，洞里恐怕只剩一具具白骨。我耸耸肩，坦然回应。众人对我的话多有怀疑，不知我是不是胡编乱造。尤其是王岩，考古多年，从没听过这些东西。可张队管不了那么多，立刻招呼人带好耳塞武器，跳上皮塔艇就朝水洞疾驰而去。几艘皮筏艇破开水面，义无反顾向前。明知前方有未知的致命危险，艇上的小战士们脸上却都写满了坚毅，没有一个人露出退缩的神色。我心下也生出不少感慨，不管什么时候，人民子弟兵永远能让你感觉到十足的安全感。直播间里的观众也都在纷纷给兵哥哥点赞，屏幕前所有人都死死盯着画面里的皮帮艇，满心紧张地等待着前方的消息，连我也不例外。这些人都是人民子弟兵，我自然不想他们出任何意外。叶先生，趁着这个时间，你能给大家说说基师地和尸鳖吗？这两样东西，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没听过呢。我回过神解释，基师地就是尸体堆积之地，大量死气堆积会形成科学难解释的异象。这是封建迷信。我也不生气，只说老祖宗的经验不可否定。过奖了，我只是尊重老祖宗留下的文化而已。如果你们真去研究，里面有很多东西都能让人着迷。我真心道，我始终觉得古文化不是糟粕，而是前人千百万次锤炼得出的经验。旁边的李朵朵看我的眼神更亮了，她也是资深古文化爱好者，如今听了我这番话，眼底满是震撼，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直播镜头扫过，一旁的王冰冰微微前倾身体，握着话筒，神情认真地继续追问：那尸鳖呢？据我所知，现在的动植物目录里好像没有这种生物吧？我轻轻点头应声，耐心解释说，尸鳖也是龙尸的一种，严格来说是基师地死气达到极致，经诡异变化产生的特殊物种。我继续补充说明，它们的个头比普通龙尸大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生性凶猛，极具攻击性，平时以地下腐肉为食，但对鲜活的血食有着更强烈的偏好。王冰冰握着话筒，语气委婉地问：叶先生，您是怎么了解到龙蛹的呢？难道真的和传言一样，您下过墓？我闻言露出无奈的苦笑，对着镜头摆了摆手说：你们真误会了，我哪什么盗墓贼，这些东西都是从各类杂谈野史里了解到的。如果你们多看看书，多出去走走，听听各行各业的人说说他们行内的故事，就会发现这世界忽然变得神秘了很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诚不欺我。直播间里有人觉得我说话严谨有理，但也开始有人起哄抬杠。有自称生物学家的人说根本没什么尸鳖，龙尸不会伤人，受基因限制也长不了那么大。直播间里黑粉和爱较真的人向来不少，我对此也没有办法。反正我是出于好心提醒，只要能救人就足够了。此时救援队的几艘皮划艇正飞快朝水洞进发，船上所有人都一脸凝重，他们身上都带了摄像头。画面同步传回直播间，男主在审讯室视频指点考古队员，王冰冰立刻让工作人员做了直播分屏，一边是我和考古队的实时画面，一边是救援队的实时画面。直播间里气氛瞬间紧张兮兮，弹幕疯狂刷着保佑兵哥哥平安。皮划艇驶入水洞，强光柱照亮四周，张队抬手打手势传达命令，所有人都戴了耳塞，只能靠手势交流。水洞内部空间不高，矮处所有人都要弯着身子才能通行。洞道四壁光滑潮湿，还长着一层湿滑的青苔。我之前说这是洞口，他怎么看？四壁光滑，古源近方，是典型的洞口挖掘方式，绝对错不了。他还感慨我眼力独到，只凭模糊影像就做出了正确判断。直播间里有人说我厉害了，也有人起哄说实锤了。审讯室里，陈斌看我的眼神更怀疑了，我只能无奈。但为了拿到生化克制之术，也别无他法。皮筏艇继续前行，漆黑的水洞里忽然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黎朵朵跑回汇报，技术部门拿小白鼠做了实验，去掉杂音后，20只小白鼠15直接睡着，3只耳膜破裂，2只没反应。陈教授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不管我是不是盗墓贼，都觉得我是人才，已经在谈谈怎么把我拉进考古队。直播间彻底炸了，说我太牛了，懂得太多了。陈冰也拿着手机在看现场的救援直播，他随意瞥了几眼飞速滚动的弹幕，看到上面刷着什么10个小姑娘要嫁给我，当即狠狠瞪了我一眼。我一脸无辜，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在闹哪样。这时有小战士突然高声喊了一句：快看，是他们！听到喊声的所有人一颗心都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救援队进入水洞后的实时画面很快传了回来，幽深灰暗的水洞里，2艘皮划艇死死卡在湿滑的石壁旁，几个小战士一动不动倒在艇上，身上血肉模糊，还趴着些黑咕隆咚的不明东西。那些黑咕隆咚的东西最小的都有拳头大小，长着尖锐锋利的欧牙，还在不停撕咬战士们裸露的皮肤。冰冷浑浊的水面下还有更多同类正疯狂往皮划艇上爬。直播间弹幕瞬间炸了，带队的张队眼睛也瞬间红透了，满是压抑不住的怒火。张队猛地一挥手，岸边现场瞬间枪声大作，那些密密麻麻围上来的尸鳖被打得当场炸开，浑浊水面飘满了残肢和散发着刺鼻难闻气味的绿水。在持续火力压制的同时，其他队员立刻奋不顾身上前准备救回被困受伤的战友。队长那里有个大个的。张队二话不说，对着浑浊冰冷水下就是一梭子。一只小牛犊子大小的巨型尸鳖被打成了满是窟窿的筛子，队员立刻用粗绳网把它捞了上来。随后张队立刻下令全员快速撤退，幽深水洞里的那些尸鳖没有追出来，
都围在一起疯狂啃食同伴的尸体。岸上陈教授等人正满心焦灼紧张地等待着。几个受伤的战士被陆续从救援艇上抬了下来，身上被咬得血肉模糊，冰冷的伤口发黑，但万幸人都还活着。随行的医护人员正要上前处理受伤战士的伤口，我立刻站了起来，高声说：不行，绝对不能送医院，最近的正规医院要2-3个小时车程，他们中了尸毒，根本坚持不了那么久。现场的所有人听了，瞬间都止不住的满脸深深的震惊。从事情开始到现在，我说的话句句应验，没人敢不当一回事。你是不是懂医术？我不懂医术，但那些尸鳖常年以阴冷潮湿的地下腐烂尸体为食，体内积累了极其大量致命的剧毒的尸毒。在场的这些人的伤口本就不致命，可一旦尸毒彻底进入心肺，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现在最紧要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体内的尸毒拔出来。人命关天，可绝对不能乱了分寸，随便由着我们胡闹。如果让我知道这些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把我彻底实锤成了无所不能的神人，我肯定得更郁闷。不过我现在心情格外不错，那些受伤的战士一成功脱困，专属的生化克制之术立刻到手，脑子里多了很多全新的东西，瞬间融会贯通。我略一查看，不禁瞠目结舌，难怪说搬山道士除了5行风水术，便是4大派之中最强。这生化克制之术简直是夺天地造化。河岸边，众人刚送走医疗队，全围着那只刚捞上来的大尸鳖。它有小牛犊子大小，獒钱比老虎钱还有力，坚硬的外壳闪着黑金一样的冷冽光膜，身上几个弹孔正不断淌着粘稠的绿色汁液，散发出的腥腐气味，恶臭难忍。陈教授，您见过这种东西没有？我活了大半辈子，闻所未闻。陈冰却在一旁意味深长地盯着我。这种诡异的生物，也是你在过往看过的书里提前了解到的？我坦然点点头，这还真不用说谎。我之前去乡下游历时，偶然见过一本记录盗墓经历的旧笔记，里面就有关于尸鳖的详细记载。真的？他满脸写着怀疑，清灵的语气里满是毫不掩饰的不信。当然是真的，都到了现在，你不会还怀疑我是盗墓贼吧？他当即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我也懒得再纠缠这个话题，只觉得越解释越解释不清。我转头对着直播镜头郑重开口，提醒屏幕前的大家最好小心一点。如果我猜的不错，水洞里的诡异铃铛声就是从这些尸鳖身上发出的，而且你们看它坚硬的尾部和普通尸鳖截然不同，很可能被人为特意改造过，还是赶紧处理掉的好。一旁的王岩闻言又笑了，满脸不信的神情，带着戏谑开口：按你这么说，这尸鳖岂不是已经活了千百年了？龙石寿命很短，就算变异也不可能活那么久。以古人的水平，改造虫子更是天方夜谭。你们还别小看古人，古人流传千年的很多东西，现在人也未必做得出来。比如木牛流马，鲁班的飞鸟没有动力，却能在天上飞几天不落。你们说说，现在的人能轻易弄出来吗？这话一出，在场的众人瞬间哑口无言。人群旁边只有黎朵朵，正睁着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盯着尸鳖的尾部看，模样认真，好像真的完全信了我的话。那个黎朵朵是吧？我主动开口叫她，她先是一愣，随即满脸惊喜的连连点头，激动的手足无措，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我笑着对她认真说：感谢你的糯米，应该能救那些中了毒的战士一命。没什么的，就是赶得刚而已。我看着这娇羞的小姑娘，只觉得有点意思。这么单纯简单的妹子，现在可不多见了。我脸上的笑容还未散去，就在这时，王岩接了个紧急电话，脸色瞬间变得古怪起来。老师，医护人员说用糯米拔毒效果显著，所有战士都脱离了生命危险。陈教授心里猛地一紧，还以为那几个中毒的小战士出事了。陈教授看着前线传来的救人消息，瞬间大喜过望。之前对叶城质疑声最大的就是王岩，此刻他脸色复杂的郑重点头，确认叶城的方法救了人的消息是真的。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考古队的营地，所有人都露出了震惊的神情。叶城的糯米拔毒方法救了那些被困的小战士一命。王冰冰站在前线的镜头前，语气郑重又带着敬佩地对着全网观众说。直播间瞬间彻底沸腾，密集弹幕刷屏说叶城救了6条命，功德无量。也有观众说黎朵朵才是这次的功臣。黎朵朵听到前线战士们平安无事的消息，脸上立刻露出了释来又明亮的开心笑容。她快步来到那只体型巨大的尸鳖跟前，胆子都大了许多，精准找准尸鳖薄弱连接处位置，深吸一口气，攥紧铁锹狠狠一戳就刺了下去。尸鳖的外壳坚硬无比，但身体的连接处却十分柔软。只听噗的一声闷响，腥臭的绿水瞬间喷涌而出，尸鳖直接断成2夹，肚子里掉出一个6角铃铛。那铃铛是铜制的，遍布繁复花纹，足有拳头大小，竟还连着上半身的一截肠子。陈教授眼睛发亮，激动的就要上前查看这个特殊的铃铛。不好，小心！叮叮当当的声响突然传来，铃铛竟自己摇晃起来，发出清脆又诡异的铃声。张队来不及反应，抬脚就狠狠一脚踩了下去，铃铛瞬间碎裂，里面淌出一只硕大的蜈蚣。看到这惊悚的一幕，
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只有叶城站在原地一脸淡然。陈冰满脸震惊地凑过来问叶城：“这尸鳖难道真的是人为改造的？”叶城缓缓点头，说：“很显然，这是一套完美的共生系统。尸鳖吃下的东西成了蜈蚣的食物，蜈蚣饿了就会晃动铃铛，催促尸鳖外出进食，两者相互共生，能拥有极其漫长的生命，一直守护在这里，防止盗墓贼进入。古人的智慧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对古文化了解的还是太少。”这文物如今只能修补了。人为改造的尸鳖在网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不少生物实验室都接连打来电话想要样品，这些事都有专人去对接处理。陈教授看了看时间，安排大家先休息一下，吃过午饭就进水洞进山，每人带个耳塞就行，猪血就能引开尸鳖。陈教授没有阻止大家的准备，见识了那只被人为改造的尸鳖后，他对山里的古墓更感兴趣了。这次真多亏了你，陈教授太客气了，还提醒大家，积尸地的恐怖只看到冰山一角。执意走水路，最好弄点黑膏血随身带着，能辟邪。陈冰满脸好奇地悄悄凑到叶城身边，压低声音问他，特意让大家带黑狗血，是不是还有什么没说的新发现？叶城心里暗叹，人家不愧是专业警察，观察力实在太过细致。没错，还记得第一段影像里一闪而过的白影吗？他脸色骤然一变，眼底翻涌着难以掩饰的惊疑与恐惧，身体微微绷紧，连忙开口问我：“你是说那道飘忽的白影是鬼？”我可没说，是你自己猜的。积尸地的尸体数量极多，死气浓郁厚重，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磁场，某些能量或物质在这种阴冷的特殊磁场里慢慢聚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一种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诡异东西。古人将这种特殊存在称之为魅。陈教授他们进去之后会不会还有危险？我无奈地摊了摊手，说这我哪知道。不过就算真有什么诡异东西，他们带了足量黑狗血，应该问题不大。考古队很快准备就绪，10几个皮划艇依次平稳下水，张队在最前面开路，所有人全副武装，耳朵里都塞了隔音耳塞。船队缓缓驶入幽深的水洞，强光手电的光柱照得洞内灯火通明。这一路行进得很是顺利，水中偶尔有尸鳖快速游过，张队就立刻撒出猪血引开他们。不多时，前面出现了悠悠的鬼火，考古专业的人都知道那是灵火，倒没太害怕。小船继续稳步向前滑行，小船往前行驶不久，前面的空间忽然变得开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溶洞，周围几条水洞的水都汇聚到这里，流向旁边的一条大河。河水两边的浅滩上全是绿油油的腐尸，人和动物的已经完全分不清了。靠里面是排得整整齐齐的一排骷髅，明显是人为堆在那里的。靠河边的腐尸就杂乱得多，什么扭曲的姿势都有，估计是被水流冲过来的，大多腐烂得不成样子。腐尸身上都裹着一层灰色薄膜，像保鲜膜一样。不时有拳头大小的尸鳖从尸体嘴里爬出来，小的想靠近就被大的咬死吃掉。眼前的一幕让人头皮发麻。几个年轻队员受不了这冲击，趴在船边就吐了起来。考古队转角就遇上遍地恶心的尸体，可把众人恶坏了。就连陈教授和王岩这种老前辈都有些震惊。小陈等人早吐得不行，李朵朵和王冰冰也在干呕。直播间也瞬间炸了锅，都说夜神再次命中，这就是他说的积尸地。冰冰强忍着翻涌的恶心，对着镜头开口：“这里应该就是叶城所说的积尸地了。”按照叶城的说法，这些很可能都是古代官盗挖完墓后被处死在这里的。我改变看法了，越来越觉得叶城恐怕还真是个盗墓贼。这么多巧合，鬼才信。陈教授站在船边，眉头微蹙。这个人不仅精通风水玄学，还了解许多连他们都不知道的奇珍异物。他一直在想，叶城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摸金校尉？那些野史里的记载是不是真的？陈教授说，龙国历史断层严重，很多东西无法考证。若叶城真是摸金校尉，对考古队是天大好事，能帮找古墓减伤亡。很快，众人来到古墓前，张队长开口询问要不要下去看看。陈教授摆手继续前进，绕过弯出现白衣人影，众人被迷惑。叶城发现只有李朵没中招，忙喊李朵朵黑狗血泼他！李朵朵，快用黑狗血泼他！李朵朵听到我的话，手忙脚乱拧开盖子，壮着胆子朝白影狠狠泼了过去。腥抽抽的黑狗血瞬间洒了那白影一身，一声凄厉的尖叫直接在每个人脑海中炸响。白影身上瞬间冒出滚滚黑烟，在场所有人浑身一震，全都瞬间回过神来。阴冷潮湿的水洞里，张队赶忙收起手里紧握的枪，陈教授也忙不迭后退几步，拉开安全距离。都别愣着，赶紧走，谁都不要回头，切记千万不要回头，赶紧跑！众人哪还敢停留半分，慌忙加快脚步，拼尽全力往前冲。众人一路狂奔，不敢停歇，一直到彻底离开阴冷的水洞，站到洞外的风雨里，后背的冷汗还在不停往下淌。那白影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邪门？我哪知道，恐怕得问叶城了。众人立刻围了过来，屏息听着。那是魅，是怨念的集合体，类似于一种特殊的磁场。你们刚刚盯着他看，受到磁场影响，就像被深度催眠了一样，才会做出反常的举动。幸亏李朵朵用黑狗血暂时破除了那魅的磁场，才让你们及时回过神来。众人听完这番话，都用满是感激的目光看着李朵朵。这一次又是他临危不乱救了大家一命。之前还满心怀疑黑狗血管用的人，
此刻对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考古队离开以后，冰冷清晰的系统声音再次缓缓在我脑海中响起。叮，指点考古队脱困，奖励技能听雷变血。我瞬间大喜过望，只感觉自己的听力好了无数倍。身在审讯室里，几乎能清晰听到楼上楼下所有人说话的声音，各种声音在脑袋里形成立体图形，凭借声音就能构建整个公安局的建筑格局，牛逼啊！我攥紧拳头，压不住嘴角的笑意，激动的差点当场跳起来。陈冰皱着眉，眼神古怪地看着我。这些人平安出来，我是替他们高兴，真的。喂，你怎么这么高兴？他一脸狐疑地看着我，显然完全不信。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心中的疑惑：那个妹是鬼吗？不是说了吗？就是一种特殊的能量和磁场，能量强弱不同，对人产生的影响也大不相同。鬼应该也和这东西差不多。他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另一边，考古队众人宁愿在外面挨浇，也不愿意再回那阴森水洞了。考古队的众人都围着李朵朵连连感谢，说她是大家的幸运女神。我当时也吓坏了，要不是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众人又转头连连向我道谢。消息很快传到外面，各家媒体都在关注。关于我的话题一直霸占热搜榜首，又一条消息直接登顶热搜：糯米拔尸毒连救6条人命，黑狗血破邪魅助考古队脱困。评论半小时就超过100万可。我看你帮了大忙，向上面请示后答应释放你，只需随时配合传唤。我回到家洗完澡，看着新书催更，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真让人纠结。另一边，考古队一行人在团集的河对岸顺利下了船，陈教授立刻统筹安排全员有序安营扎寨，同时操控无人机升空观察周围山地地形，对照古地图寻找标记的目标位置。众人一直忙碌到下午，准备工作基本收尾，却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山间临时搭建的密闭帐篷内，考古队一群人紧紧醉坐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复杂又凝重的神色。这张古地图绘制年代太过久远，地形历经多年河流冲刷，变迁严重，根本找不到地图上标记的目标位置。王岩满脸无奈，得表示现在只能想其他办法寻找古墓位置，这必然会浪费大量宝贵的勘探时间，而且大型器械根本进不了这片崎岖的深山。帐篷里原本高涨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众人全都蔫了，最初的兴奋消失得干干净净。夜色渐深的安静晚上，我浑身疲惫地倒在床上刷着手机。考古队虽然成功进了深山，但山川地貌早已发生巨变，古代地图无法匹配现地形，行动被迫停止。王冰冰说完明天见，关了直播。水友们还在疯狂地刷着弹幕，内容是直接找夜神啊，反正夜神去过。过多久，微博平台上多出了一条热度飞速飙升的新帖子，标题是万人血书请叶城出山助考古队一臂之力。帖子瞬间引爆全网讨论，直接冲上热搜榜第一。评论区一面倒齐刷刷全是请夜神出山的铺天盖地的留言，足足有几十万条。我看着满屏请夜神出山的热搜内容，心脏猛地一缩，从床上疼得坐起来，心里暗骂：我去，这群家伙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这简直是非要把我送进去不可啊！我就是个写小说的，让我去下墓那根本就是茅坑里点灯笼，纯纯找死。虽然我得了系统给的奖励，但这点奖励远远不够支撑我下墓。贸然带考古队下去，坑了自己不说，没准还害了他们。稳妥起见，我根本没下墓打算。弄了个小号评论，别闹，叶城就是个写小说的，让他带考古队下墓，那完全是害人害己。结果我的评论刚发出去，立刻就被网友们铺天盖地的评论喷得体无完肤。他们说我是黑粉，没看过叶神的书，不知道就别瞎逼逼。我看着评论脸色有些古怪，我什么时候这么牛逼了，自己都不知道。不过内心倒是忍不住窃喜。陈教授留在青山考古队营地，考古队营地外还稀稀拉拉下着小雨，丝毫没有停的迹象。经费有限，我再要2天时间，这里的古墓能修补断层的历史。考古队的经费有限，只给了陈教授2天时间。第二天一早，我睡得迷迷糊糊，被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谁啊？一大清早的，让不让人睡觉了？多多，你怎么了？对面传来李朵朵柔柔弱弱又小心翼翼的声音，我的起床气瞬间消了大半。得知她有事想请我帮忙，我便让她直说，能帮的我都会尽力。李朵朵攥着衣角，把事情的始末简单说了一遍。只剩2天期限，找不到古墓就只能打道回府，甚至可能被盗墓贼钻空子。我能真切感觉出她是真心想保护古墓不被破坏。行，这忙我帮了，也不用2天，只要按我说的做，半天足矣。半天？真的吗？他猛地睁大眼睛，激动的以为自己听错了。放心吧，我说到做到。接下来你按我说的去准备。好的好的，您说，我记着。不用叫我叶老师，我们年纪差不多，叫我叶城就行。考古队的营地这边带着清晨的凉意，一大清早，众人都在帐篷外洗漱吃早饭。陈教授，好消息，叶哥有办法帮我们找到古墓了。王岩正端着茶杯喝热水，当场被呛得直咳。陈教授闻声激动地走出来，他眼底带着浓重青黑，看起来格外憔悴，显然这一整晚都没睡。真的，叶哥亲自保证的，只要按他的安排做，最多半天就能确定具体位置。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事儿，过来集合！陈教授连连点头，喊所有人放下手里过来集合。冰冰也立刻催促工作人员打开了直播。虽然才早上7点，直播间里已经有不少水友守在屏幕前等待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夜神要出手了，在线指导考古队找古墓位置，最长不超过半天。水友们瞬间炸锅了。帐篷内，陈教授拉住黎罗朵，问我到底有什么办法。很简单，在东南西北间隔1000米和中心5个位置各埋炸药引爆，用专业录音设备录下声音和地貌图一起发给他就行。他说这叫听声辨位，能找古墓位置，还能画出地下古墓的大概图形。王岩当即皱紧眉头说：“这简直就是胡闹！听声音就能找古墓，还要他们这些专业人员做什么？反正没别的好办法，不如试一试，半天都用不了就能验真伪。”叶城真这么厉害？干脆把雨停了。老师这是抬杠。陈教授摆摆手，让大家别吵了。陈生问：如果不是这个法子，大家有没有其他找古墓的好方法？所有人瞬间都不吭声了。不如试试，这个方法容易实现。龙国奇人异事本就很多。陈教授点点头，让张队去安排。张队也想看看天底下是不是真有这样的奇人。几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小战士，仅1小时就在规定位置埋好了炸药。黎朵朵借来专业录音设备，放在各起爆点，保证声音高度还原。早上9点，所有工作就绪，5个爆破点按顺序炸完。黎朵朵拿到录音，把资料发给我，我回复半小时后给答复。考古队众人就此开始了等待。考古队的众人都屏息凝神，站在原地，满心忐忑的静静开始了等待。一座古墓的揭开，不单是一次考古的胜利，更是对龙国文化的补全，能提高民族自信和影响力。我早上起来闲来无事，也顺手打开了直播，看着屏幕里众人既不信又带着几分期待的模样，我忍不住暗自想笑。这听声辨位的本事，放在以前我自己也绝不会信。可自从得了系统奖励的听雷辨学能力，这事儿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我抬手把屋里的门窗都仔细关好锁严，将提前准备好的勘探地形图完整打印出来，拿上笔和空白纸，径直走向卫生间。这里是全屋隔音最好、最安静的地方。我点开第一条录音，沉闷的爆炸声瞬间传来，我立刻屏息凝神，静静捕捉着每一丝细微的声响。那些传入耳中的爆炸声响，在我大脑里化作了清晰有形的音波，一层层穿透厚重的地表，径直深入地下深处。我能清晰感知到整片区域的地下结构形状，连细小的老鼠洞位置都能精准确定。随即抬手用笔在纸上快速素描起来。短短几分钟过去，我按下播放键，放出第2个爆炸声响，对照着脑海里感知到的地下结构，又画了一张图纸。就这样接连不断画了4张残图，把所有细节都牢牢记在心里。最后播放中心位置的爆炸声，再画了一张完整的核心结构图。整整半小时过去，我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地下结构绘图工作。地下的情况实在太过复杂，到处都是歪七扭八的坑洞与交错的狭窄通道，这才多花费了不少时间。我在图上仔细标注好每一处具体位置，起身抻了抻僵硬发酸的懒腰，我靠在船边，低头盯着眼前结构错综复杂的完整手绘图纸，心里忍不住连连直咂舌。这地下居然真的是极其罕见的墓中墓嵌套结构，幸亏我特意放慢了每一处的速度慢慢画，不然这次的离奇情况可真就半点都解释不清了。另一边的考古队勘探现场早已等得心急如焚，整整半个小时过去，还没收到我的任何消息。半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消息？是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有人忍不住围在一起，开始小声嘀咕议论。黎朵朵不停抬手看屏幕上的时间，却又不敢发消息催我。大家再多一些耐心。线上的直播间里，无数观众也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有人不停发弹幕说自己连班都特意没去上，就守在屏幕前等最终结果。就在这时，黎朵朵的手机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她连忙快速拿起手机打开，看到是我发来的新消息，她指尖微微颤抖着点开我发来的语音条。不好意思啊，下面的地形实在太复杂，多花了不少时间，不过好在顺利完成了。我把图发给你，该标记的所有地方都标记了，你们直接按图来找就行。黎朵朵的手机再次急促地响了起来，我把刚刚画好的完整手绘地宫结构藻图快速发了过去。考古队勘探现场的所有人瞬间都围了上来。我在主墓室周围标了虚观一众，迷宫后面标了鸠占鹊巢。陈教授站在考古现场的坑边，若有所思，缓缓开口说：“看来这古墓并不简单，里面大概率还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此刻对这座神秘古墓的好奇心变得越来越重任了。我刚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脑袋里突然传来了系统清脆的提示音，叮的一声，清脆提示音在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我知道考古队成功找到古墓，奖励完整版古今文字详解大全。我顿时心头狂喜，从今往后再也没有我不认识的字了。这份奖励虽不能提升硬实力，却也是极为关键的一大助力。千年古墓里一般都会刻有完整的石质墓志铭，只要能直接看懂上面的古文字，就能很快精准确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就在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了，是黎朵朵发来的视频邀请。我接通后，镜头里立刻出现了她精致漂亮的脸颊。这妹子眉眼灵动，气质干净，真是越看越耐看。朵朵啊，又遇到麻烦了。我此刻的心情正不错。叶哥，你又猜对了，我们在现场你精准指引的位置挖了足足6米多，然后我们竟然挖出了血，你快看看吧。
我们全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你快看看吧。下面一片刺眼嫣红，像是用鲜血反复浇灌过的。考古队现场防雨棚已经稳稳搭好，宽阔土坑足有5-6米见方。陈教授等人快步赶到土坑边，看清坑底情况后，都齐齐倒抽一口凉气。小陈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发僵。李朵朵和王冰冰也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陈教授考古这么多年，下过的墓没有100也有50，从没见过如此诡异的情况。张队站在腿坑边拿不定主意，连忙把经验丰富的陈教授叫了过来。陈教授也不敢贸然下令行动，之前在水洞吃过亏，差点让几个年轻的小战士丢了性命。现场有人提议请教一下叶城吧，或许他知道。这次王岩也没有出言阻止。考古直播间的同时在线人数已经突破6000万，全网都在焦急等待最终的挖掘结果。看到坑底渗血这诡异一幕，网友们都被吓到了。有人刷屏说太邪门，有人喊着赶紧请教叶神。我看着手机镜头里的殷红，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视频接通后，我清晰看到坑底一片刺目殷红，像是下面藏着一个巨大血池，是通往地狱的大门。周围人大气都不敢喘，直播间都安静了许多。血，我满心纳闷，地下怎么可能冒血？凑近手机一看，下面殷红一片，显得格外妖异。张队立刻安排人手继续向下挖掘。大家小心，别破坏。谁弄坏了关禁闭？陈教授，这里怎么只有人头骨？下面的人立刻像对待稀世宝贝一样小心操作。陈教授笑了笑，抬手示意喧闹的挖掘现场瞬间安静下。让我来讲，古人素来迷信，尤其是战国时期，贵族下葬后会用人头祭天，祈求仙嘴庇佑，身体则用来祭祀周边鬼神，请求亡魂不侵扰阳界安宁。他继续沉声对着围拢的众人补充，祭祀的头颅和身体的摆放位置向来互相对应，如今我们在这里挖到了祭天用的人头，那下方的区域应该就是这座古墓的核心祭祀殿了。冰冰闻言立刻转头，满脸期待地看向身旁的陈教授。陈教授对着身旁的冰冰郑重点头，我说的一点没错，从西周到秦朝，历朝历代都有用活人祭天祭祀鬼神的传统说法。那叶老师的听声辨位真的找到了地下古墓的确切位置。陈教授闻言对着直播镜头坚定地点了点头，错不了了，小叶的本事不管别人服不服，我这个老头子是打从心底里真的服了。全网瞬间炸开了锅。原本谁也不信我有听声辨位的本事，可随着古墓轮廓渐渐浮出水面，众人不信都不行了。就在这时，下方的土坑里突然传来工作人员惊喜的大喊：挖到了，挖到了！这应该是古墓的顶部，快往边上清理，找幕墙。不多时，旁边的区域又清理出一个新的坑洞，前方赫然露出了砖石结构的完整幕墙，砖面齐齐整整。这就是古墓的幕墙！王岩见状激动地跳下去，用手轻轻抚摸着粗糙冰冷的墙壁。陈教授内心激动万分，终于不用担心考古协会再说什么闲言语语了。冰冰立刻对着直播镜头激动地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叶老师再次展示了超凡的能力。相关话题的热搜直接炸了，评论区清一色的叶神牛逼。工作人员准备破墙，我盯着屏幕对李朵朵说：先别让他们破墙，下去把镜头靠近墙壁。李朵朵连忙惊讶地对着镜头问：叶哥，你又有发现？这墙好像有问题。先下去，我要仔细看看墙面。李朵朵立刻快步走下去，把镜头牢牢对准了面前的整面幕墙。我让她用手仔细摸一下砖缝的位置是不是很光滑。她立刻伸手仔细摸了摸砖缝的位置，对着镜头惊讶地说：叶哥，还真是，砖缝的位置很光滑，像有一层蜡油。那就错不了了，这墙不能直接打开，要想办法把端石从里面完整拿出来。直接破开不是更容易？确认完蜡封层的状态后，处理完现场隐患后，一旁的张队连忙快步上前。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在旁边再挖个深坑，找金属针头和塑料软管连一起，烧热针头插入蜡封层，把矾酸放进坑里就行。张队找来工具，严格照做，将矾酸排进提前挖好的土坑。液体接触泥土瞬间，立刻冒出滚滚黑烟，伴着滋滋的刺耳声响。周围泥土被快速腐蚀的焦黑斑驳，几个小战士看得脸都黑了，默默抬手擦了把额角的冷汗。就在这时，冰冷的系统提示音突然在脑海响起，叮的一声脆响，系统发布新任务，指引考古队打开幕墙，即可奖励发丘纸。奖励已发放，发丘纸激活完成。话音落下，我瞬间感觉右手食指和中指长了一截，和其他手指比起来有些不协调，可这两根手指仿佛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力气。咔嚓一声脆响，坚硬的实木桌子直接被戳出了2个圆洞。非但如此，这2根手指还变得格外灵敏，轻轻触碰墙面都能感觉到墙体内部的细微震动。我找来密码锁打乱顺序，全靠发丘指感知，锁芯弹动一清二楚，轻而易举就打开了锁。我忍不住啧啧感叹，就这本事，不去当个小偷都白瞎了。估计发丘一门的老祖宗知道我这想法，非掀开棺材盖来敲我不得。泛酸彻底排干净后，张队立刻让人把墙壁彻底爆开，终于露出了里面尘封的古墓。技术人员迅速用空气探测仪测试各项指标，经检测，
墓室内各项空气指标均显示正常。陈教授早就等不及了，立刻招呼队员带头走进古墓，立刻跟进去录制。冰冰比谁都要激动，他是头一次进真正的古墓，非但不怕，还觉得格外新鲜，立刻招呼工作人员跟进去录制。直播间里观众也都瞪圆了眼睛。陈教授当先走了进去，鼻间萦绕着一股腐朽的味道，这味道对他来说无比亲切。他在古墓里待的时间不比在家睡觉少。整个墓室呈天圆地方格局，我们进来的位置在北边，地上石板雕刻着各式古文字，呈八卦排列。墓穴四周立着8座早已熄灭的长明灯，墓室中间摆着一只4足方鼎，顶身雕刻着日月星辰纹样。正对面放着一口厚重石棺，石棺后方连着一条幽尸通道。冰冰压低声音介绍着墓室内部，直播间里瞬间炸了锅。陈教授让人赶紧拍照，说这些文字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冰冰询问能否确定古墓的时期，陈教授说这些应该是战国时期鲁国的文字，可破解起来难度非常大。叶老师，您对古文字有过研究吗？陈教授觉得这比听声辨位还难，许多人研究一生可能只能破解几个字。叶城却点了点头，说有过一些研究。我告诉众人，这下面写的都是天干地支和祭文，青铜鼎应该是祭祀用的，里面应该放着那些头骨的身体。我找了块刻字的地板，上面2个字我正好认识一个，便想拿来考考你。陈教授和王岩瞬间都瞪大了眼睛，满脸不敢相信。直播间里也瞬间议论起来。我准确说出地砖上的字是上章，旁边是重光、朝阳，均为10干之一。王岩当场倒抽一口凉气。研究几十年古文字的网友也验证了我的说法，这下没人再怀疑。李朵朵满眼崇拜，我认出古字后，考古队所有人都惊了。20多岁的我样样精通，小陈他们都有点羡慕嫉妒恨了。好。李朵朵看向我的眼神更是崇拜的不行。王岩这次是真的服了，彻彻底底的心服口服。众人顺着墓道继续查看墓室，我让李朵朵用手机灯光四处照照，视线扫过之处，忽然看见了那口挡在墓道门口的石棺。石棺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鬼画符，纹路扭曲杂乱，看着十分诡异瘆人。我开口喊朵朵，让她靠近那口棺材看看。来了。棺材不都放在主墓室吗？怎么放在祭祀殿里，还挡在墓道口？我死死盯着石棺上的纹路，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沉声开口说：不对劲，这棺材有大问题。正常的棺材是逝者的安息之所，可这口棺材上刻满了镇尸符，又被刻意摆在这里，我怀疑它是用来抵挡盗墓贼的。里面的尸体恐怕早就尸变了。李朵朵听到尸变2个字，脸色骤然一白，猛地一变，结巴着说：尸变，里面是粽子。我立刻急声大喊：快让其他人别乱动，不要碰这里的任何东西。可已经晚了，小陈那边直接跳进了方鼎里。小陈大喊着说，里面都是蜡化的尸体，和我猜的一模一样。就在这时，密闭阴冷的墓室里忽然响起一阵诡异的声音，呱呱的，像蛤蟆叫，沉闷又压抑。那声音正是从前方的石棺里传出来的。我脸色大变，立刻厉声喊朵朵快后退。李朵朵赶紧转身跑回去，对着陈教授和王岩说出了我的判断：大家别碰这墓室里的其他东西，这棺材上刻的是镇尸符，里面的东西怕是已经成了藏子。别的我们都信，可这个太离谱了，死去1000年的尸体早成骨荚，怎么可能尸变？他们考古这么久，别说麻子，连没腐烂的尸骨都没见过。陈教授皱着花白的眉看向我，迟疑着开口问小叶，会不会弄错了？战国时期的古墓，过去2000多年了，怎么可能尸变？陈教授，要是信我，立刻让所有人全退出去，考古活动先停下来，等准备充分再进去。陈教授闻言面露难色，花了那么大力气才找到这座古墓，就因为这么一个理由退出去，他实在不甘心。小陈开口说我是小说写太投入了，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根本不信。要说刚死的人诈尸也就信了，几千年前的尸体诈尸，实在难以信服。直播间里网友吵成一片，大多数人跟考古队一样不信会有粽子，但也有人对深信不疑，其中就有李朵朵，她满脸担心地劝陈教授和王岩先听我的，可众人实在不甘心就这么退出去。战国时期的古墓对补全龙国历史太重要了。王岩说话委婉了许多，说他和老师开过几10个古墓，从没见过尸变。是蛤蟆叫，古墓有矾酸夹层，蛤蟆进不来，那是尸语。众人严肃，小陈却笑我开玩笑，唯有李朵朵问怎么办。叶城无奈道：我真不是在开玩笑。哈哈，叶老师都被我识破了还演。就在这时，那蛤蟆一样的声音再次响起，呱呱呱，这次急促了很多。我脸色大变，不好！棺材盖砰砰响了2声，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捶打。紧接着棺材盖剧烈颤抖，边缘淌出红色液体，触目惊心。所有人脸色煞白，小陈吓得差点从梯子上摔下来。我操，真的诈尸了！直播间也炸了锅，棺材板快压不住了。我刚用诗语和里面那位谈妥，只要不乱来他也懒得管，就差最后收尾了。视频通话突然断了，手机没电，我心里咯噔一下，就差那么1分钟，再给我1分钟就能搞定。现在那位主觉得自己被晾了，会不会直接暴走？我赶紧重播过去，一直无人接听，又没有别人的联系方式，只能干着急。墓室里，棺材盖炸开的巨响震得人头皮发麻。张队带人断后，考古队往外撤。陈教授犹豫了一下，竟然转头往回跑。王岩一把拉住他，我考古这么多年，头一回碰上这种事。
不回去看一眼不甘心。陈教授郑开王岩跑了回去，王岩一咬牙也跟上了，直播间直接炸锅。谈判谈到一半，手机没电，朵朵女神这次多少有点不靠谱。墓室内只有张队和几个小战士亲眼见证了里面发生了什么。一声炸响，烟尘四起，一个血色人影从石棺里站了起来。那人影顶多1.7米，没有衣服也没有头发，浑身血淋淋的，脓血还在滴滴答答往下淌，脸上血肉模糊，只有2个空洞的眼眶，凶狠地瞪着众人，却像一头上古凶兽，浑身戾气。张队倒抽一口凉气，叶神说的没错，真尸变了，还是个血粽子。门口的陈教授和王岩也看到了这一幕，陈教授身体一歪，差点摔倒。他考古这么多年，原来只揭开了冰山之一。队长，怎么办？管他是粽子还是包子，就不信扛得住枪子儿。小战士声音发抖，给我打！王岩冲锋枪齐射，子弹全打进血尸体内，血尸身体微微颤抖，但没有倒下，弹孔很快愈合，身上的脓像牛顿流体一样流动。队长，没用！血尸从石棺里跳出来，直奔一个小战士，速度极快，带着一阵腥风。小战士扑倒躲闪，还是被拍中了肩膀，咔嚓一声，骨头碎了，人直接飞出去。飞鹰张队拔出军用匕首冲上去，一刀捅进血尸胸口，还绞了2下，再一用力，匕首只剩下刀柄了，刀身被腐蚀没了，刀柄上的弩血还在继续腐蚀。不要和这家伙接触，这东西的液体腐蚀性很强。话音刚落，血尸一把抓住张队的肩膀，张队抬脚就踢，毫无作用。血尸暴吼一声，把他甩飞出去，撞在幕墙上。张队爬起来一看，皮鞋被腐蚀掉一块，肩膀的衣服也快透了，赶紧把衣服和鞋脱掉。门口的陈教授和王岩都吓傻了，枪都打不死，这可怎么办？要是让这东西跑出去，人群里还不得死伤惨重？陈教授转身往外跑，快想办法联系小叶，他肯定有办法。外面已经炸了锅，枪声和惨叫声不断传出来，众人围上来时脸色都变了。尸变了，石棺里是个浑身是血的粽子，张队他们正在里面打不过那粽子，挨了那么多枪都没事，身上的血还有腐蚀性。张队和一个战士都受伤了，陈教授急得东张西望。朵朵呢？去营地拿充电宝了，来不及了。直播间里也炸了锅，所有人都急得不行。有人问谁有我的电话，可王岩虽然存了，但脑袋早就乱成一团浆糊，忘得一干二净。这时冰冰的工作人员说，捕捉到一条可能是我的弹幕，可弹幕太多了，每秒几十万条，我立刻请求大家先别发弹幕，让我的消息能被看到。弹幕开始减少，从几十万降到几万、几千、几百，最后只剩下几十条，有几条捣乱的，众人气得不行，但都忍住了。终于，一条弹幕出现在屏幕上，我是叶城，你们能看到我说话对吧？是叶老师。冰冰大喜，里面真的尸变了，您赶紧再用诗语和那个粽子谈谈吧。我打字没用的，粽子灵智不高，一旦发怒便是不死不休。现在按我说的做，里面的应该是血尸，在粽子界也是顶尖的存在，去找生石灰，越多越好。冰冰对着周围喊生石灰，可没人带这东西。水泥行不行？我问有没有速干水泥，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说，用水泥撒在血尸身上，能限制他体表的脓血，等水泥干了，也能减缓他的行动。然后墨斗弹线把他困住，最后用黑驴蹄子塞进他嘴里。李朵朵应该有墨斗和黑驴蹄子吧？有，他带了的，可他不在啊。那就先用水泥，先限制血尸的行动，免得再有人受伤。几个小战士一人扛一袋水泥就冲了下去，冰冰一咬牙，抢过直播设备也跟了上去。我盯着屏幕，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墓室里，几个小战士扛着水泥冲下去，冰冰也跟了上去。血尸太恐怖了，刀枪都没用，张队他们身上全是伤，子弹都打光了。几个小战士没有一个人后退，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守住，绝对不能让这怪物出去害人。就在这时，外面的人跑了进来。队长，叶老师有办法了，用水泥撒在这东西身上，拖住它，然后用墨斗弹线困住，最后用黑驴蹄子塞他嘴里。我就知道，还是叶老师靠谱。几个人打开水泥袋，绕着血尸就撒，血尸疯狂咆哮，追着人打。但小战士们学聪明了，扭头就跑。其他人趁机往上撒水泥，墓室里灰雾弥漫，但效果立竿见影。水泥灰和脓屑接触，很快结成硬块，血尸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行动越来越慢，每走一步都要把硬壳挤碎。还是叶老师靠谱，这方法真他娘的管用！大家都看到了吗？叶老师的方法果然管用，血蒙子的行动已经受到极大限制了。我松了口气，可心里清楚，这只是第一步，墨斗弹线和黑驴蹄子还没用上呢。李朵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赶回来。血尸身上的水泥硬壳越来越厚，每动一下都哗哗往下掉渣，但它实在太恐怖，带着几百斤的重壳依然能行动自如，只是速度慢了些。大家别硬拼，等黑驴蹄子到了再说。李朵朵终于跑了回来，浑身湿透，手里拎着背包。她跑得太急，摔了一跤，满身泥水，但还是倔强地爬起来。背包里有黑驴蹄子和墨斗，冰冰忙去扶她。李朵朵走到入口，看到那浑身水泥硬壳，还在嘶吼搏杀的血尸，身体一晃，差点摔倒。原来叶老师果然都是对的。冰冰问他是不是也觉得叶老师是盗墓贼？李朵朵摇头说，我觉得他是摸金校尉的传人。他书里写的那些肯定来自祖辈留下的摸金笔记。墨斗黑驴蹄子一到，张队立刻指挥反击，几个人用墨斗线从4个方向围成井字形困住血尸，那线对血尸影响
极大，每次碰到都被弹回去，像通了高压电一样，收缩包围圈，墨斗线缠在血尸身上，噼里啪啦火花四射。血尸奋力挣扎，身上的水泥硬壳被撕裂。张队让人把血尸放倒，拿着黑驴蹄子就冲上去，趁着血尸张嘴怒吼的功夫，直接塞进了他嘴里。刚刚还剧烈挣扎的血尸瞬间安静下来，一动也不动了。几个小战士都松了口气，黎朵朵身体一软，坐在地上晕了过去，精神极度紧张，又淋雨跑来跑去，体力彻底通支了。直播间里无数人好奇这是什么原理。我发了条弹幕解释，血尸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体内存在一种特殊的生物电，让身体一直保持活性。黑驴蹄子相当于阻断电阻，塞进嘴里就会阻挡生物电流通，让粽子暂时失去行动能力。但黑驴蹄子一拿开，生物电流通起来，粽子依然会站起来。想要彻底消灭，要么一把火烧掉，要么脑袋让生物电彻底消失。解决了血尸，系统奖励再次到账，指点考古队制服血尸，奖励5记魁星踢斗。这可是搬山一门的绝技，威力很大。魁星踢斗，我很想在房间里试试，但看着周围名贵的家具，实在没舍得。考古队那边暂时停保，没有我的指引，他们也不敢贸然前进。血的事情上了头条，但几分钟后就被撤掉了，全网相关话题全被屏蔽。我知道这是国家出手了，血尸被神秘部门接走，所有人都签了保密协议。网上那几个说风凉话的家伙被人肉了出来，瞬间成了过街老鼠。一天时光很快过去，不用米字的日子忽然变得悠闲起来，打打游戏，看看比赛，小日子逍遥自在。想想以前熬夜米字的苦逼日子，真是天差地别。晚上12点，我刚关灯准备睡觉，就听到门口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的耳朵何其灵敏，侧耳一听，门口有2个人在窃窃私语。白痴，一个门锁都打不开，要你有什么用？你急什么急？你行你来，废话，老子又不会这个。不会就闭嘴，别打扰老子。我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这大半夜的来溜门撬锁，要是以前我肯定发现不了，就算发现了也得吓坏。但现在嘛，我可不是无下阿蒙了。对付粽子没信心，对付2个小毛贼还是很有把握的。不过我还是给陈兵发了条消息，我家有贼，速来。他秒回，小心，马上到。我悄悄穿好衣服来到门口，门锁发出请，耽误了老大的事儿，看老大怎么收拾你。别烦了行不？这是最高级的机械锁，哪有那么容易打开？赶紧的，今天拿不到摸金饼记，咱俩都没好果子吃。摸金饼记，我眼神瞬间变得古怪，哪来的摸金饼记？这还不是一般的小偷，是盗墓贼。我这一番操作，竟然把盗墓贼都引来了，他们也看了直播，真觉得我手里有摸金饼记，这下真是解释不清了。我决定先抓住这2个，再让他们带我去找他们口中的老大。啊，开了！等等，不对劲啊，我明明没撬开。嘎吱，门开了。我站在门口，一脸笑容地看着他们。别客气，我看你们撬门这么困难，就帮你们打开了。2人一愣，瘦子有些懵逼。谢谢啦，我嘴角抽了抽，还谢谢。这家伙脑子好像不怎么灵光。我打开房门，和2个盗墓贼面对面站着。画风着实有些诡异。我们被发现了，瘦子吓得扭头就跑，被胖子一把拎了回来。跑个锤子，咱们2个还怕他一个？你就是叶城吧？赶紧把摸金笔记拿出来，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我看着这一胖一瘦，怎么看都觉得这2人不怎么聪明。外面人多嘴杂，进来说吧。有人报警就不好了，估计是被送来当炮灰的。要不要换拖鞋？我们是来抢劫的，换你个头！我实在想笑，这2个逗逼从哪儿找来的？赶紧把东西交出来！我是真没有你们要的东西，谁告诉你们我有什么摸金笔记的？少他娘的装！我们老大说了，你也是个盗墓贼，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对谁都好。我就是个写小说的，既然你们老大说我是盗墓贼，要不把他叫过来，我和他解释解释。瘦子觉得有道理，又被胖子扇了一巴掌。老大来了，功劳还能算咱俩的？对，胖哥你太聪明了。废话，胖爷我这脑瓜子里装的都是智慧。我看着这俩活宝，实在懒得废话了。算算时间，陈兵应该快到了。我都说了，没有什么摸金笔记，爱信不信。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他点教训。上，2人扑了上来。大哥，别打了，别打脸，我明天还要相亲呢。我翻了翻白眼，有麒麟血脉加身，虽然不会功夫，但身体素质是普通人的好几倍。收拾这俩蠢贼绰绰有余，老实跪着，谁敢动一下，看我这大巴掌呼不呼他就完了。不动，绝对不动，只要不打脸，让我做什么都行。俩人连连求饶，我完全是拿他们练手专打脸，这会儿都成猪头了。叮咚，手机响了，陈兵发来消息，我在门口了，你怎么样？贼在哪里？来的还挺快。我走过去打开门，别紧张，是我。贼呢？他眼神古怪地走进去，到了客厅就看见跪在地上双手抱头的2个人，顿时愣住了。这是你打的？怎么可能？我是文明人，他们进来时候没开灯，不小心摔的。摔的？他白了我一眼，我看了俩人一眼，陈警官都误会我了。你们自己说是不是摔的？对，摔的。天太黑没注意，是，真是我们自己摔的，绝对不是这位大哥打的。陈兵的眼神更加古怪了，这个叶城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一胖一瘦一个劲儿解释是自己摔的，和我无关。陈兵眼神古怪，但也没再纠结，反正是贼，摔的还是打的都不重要。我赶紧转移话题，陈警官，这次你可得好好感谢我。什么？我感谢你？这俩人可不是普通小毛贼，他们是盗墓贼。他瞪大了眼睛，真的
受他们老大指使来抢什么摸金笔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摸金笔记。我从冰箱拿了瓶饮料，淡定地喝了一口。他说的真的，你们是盗墓贼。俩人偷偷看我一眼，我笑眯眯看着他们。放心，这位是抓坏人的美女，一定要如实回答，争取宽大处理。俩人浑身一哆嗦，这位大爷就是笑面虎，刚才就是这么笑眯眯把他们揍成这样的。我们是盗墓贼，但还没下过墓呢。老大说我们没资格，能拿回摸金笔记才带我们下墓。你们老大是谁？大家都叫他绝地鼠。什么？绝地鼠？我们查这个人很久了，特大盗墓团伙头目，一直没抓到。我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俩蠢贼背后的老大是条大鱼。这么说，你们是绝地鼠派来的？也不是，是彪哥派我们来的。他想在鼠爷面前露脸，鼠爷不知道我们来。陈冰眼睛亮了，绝地鼠狡猾无比，这次怕是要被自己手下坑了。他立刻打电话让人来接应，然后他犹豫了半天，对我开口道：叶城，这次真的感谢你，如果能抓到绝地蛇，是大功一件。不用客气，我叶某人也很痛恨盗墓贼，能抓一个是一个。他古怪地看着我，这家伙说的这么正义凛然，难道真不是盗墓贼？陈兵连夜开展抓捕，凌晨2、3点，郊外废弃工厂里，一伙人睡得正香，被警方连锅端。绝地鼠被抓时一脸懵逼，估计到被抓都没明白地址是怎么暴露的。天一亮，爆炸消息登上头版头条，我又成了焦点。流窜8年的盗墓绝地鼠被抓，小说月叶城立了大功，盗墓贼抢劫叶城被反抓，警方循线抓到特大盗墓团伙，每条新闻里都提到了我。我早上起来看着铺天盖地的消息，脸都黑了。昨天和陈兵分开前，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保密，现在倒好，全天下都知道是我帮的忙，这以后我还不得成为所有盗墓贼的眼中钉肉中刺，怕是以后都没好日子过了。我早上一起来看着铺天盖地的新闻，差点没气得吐血，直接给陈兵挂了个电话过去，劈头盖脸就骂：陈兵，你有毛病吧？昨天不是说好了？电话那头他似乎早有预料，把话筒拿远了些，等我声音小了才凑回耳边。叶城，对不起，我也没办法，是上面的命令。我好心好意帮你们抓盗墓贼，回手就把我卖了，这是卸磨杀驴。你放心，我们会派人24小时保护你的安全。不需要，我直接挂了电话，气死我了！警方这是想拿我当鱼饵钓鱼啊！要不是得了系统力，昨晚我可能就交代了，还24小时保护，有用吗？盗墓贼还能次次派那种蠢贼来？叮，一条消息，李朵朵发来的。叶哥，我听说了昨晚的事，你没事吧？我胸口那团火顿时消了一半。这一晚上别人都想着怎么利用我，似乎只有这妹子是真关心我。我打开自拍看了看，越看越满意，这脸这么帅又有才，我自己都有点喜欢自己了。我没事，你怎么样？昨天淋了雨没感冒吧？考古工作继续，经历了血尸事件，陈教授对这座古墓更感兴趣了。帐篷里陈教授安排今天的工作，看到黎朵朵脸色发白，让她休息。今天还是她来对接我，这丫头哪能错过和偶像通话的机会？冰冰打开直播，才早上8点，直播间已经200多万人了，全都在等着看接下来的考古活动，好奇那石棺挡着的通道后面到底还有什么。老天保佑，大家小心！众人再次来到墓室，昨天撒的水泥已经清理干净，那口石棺静静挡在墓道门口，还是让人后怕。当先绕过石棺走进墓道，所有人都下意识远离那口棺材。墓道悠长，两边的壁画已经褪色，走了几百米，前面出现一道玉门，挡住了去路。视频那头，众人停在一道玉门前，2扇玉门雕着飞禽走兽，玉质一般，但这么大2扇门着实罕见。门两旁各有一尊恶鬼雕像，一个张牙舞爪举着大砍刀，另一个伸着长舌头，身体芊芊，栩栩如生，看着就瘆人。李朵朵和冰冰都明显紧张了，让李朵朵先连我。叶哥，我们碰到了一个玉门，想让你帮忙看看有没有危险。这次他带了充电宝，看来上次手机没电的事儿是真长记性了。我看了一会儿，应该没有危险，试试能不能推开。纹丝不动，还是不行，这门有机关，用蛮力打不开。众人都愣了，古墓里的机关大多早该锈蚀失效了，这门的机关要是真能保存几千年，那可太罕见了。我让他们把镜头对准两边的雕像仔细拍，看了一圈，心里有了数。机关的按钮应该在雕像身上，4只眼睛应该都是可以活动的，那就是钥匙。但只有一种按法是对的，按错了门会彻底锁死。这众人都傻眼了，4只眼睛，按1只、2只、3只还是4只？有没有顺序？正确几率几乎为0底。直播间里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觉得难，有人起哄，还有喊老公加油的。我倒觉得没那么复杂。古人做机关讲究的是合理和可操作性，太复杂的自己人都记不住。这种机关通常有个规律，就看能不能找出来。我掐指算着，嘴里念叨着阴阳八卦那些东西，听得众人一脸懵，但没人敢插嘴。来2个人，左边按右眼睛，右边按左眼睛，必须同时按，一点都不能差。陈教授立刻让小陈和小李上去，俩人紧张地抬起手，等我喊到3，一起按了下去。那2只眼睛凹陷进去，锁链击扩的声音响起来，玉门震动，缓缓打开，开了，真开了！众人激动的手舞足蹈，陈教授和王岩都满脸兴奋，冰冰也跳了起来，直播间彻底炸了，夜神牛逼刷满了屏。还好没出岔子，门后是一条甬道，尽头隐约能看到石室。我让李朵朵往前走，镜头对准四周，甬道很窄，只容2人并行，两壁光滑，没有壁画，也没有文字。走了几十米，前面豁然开朗，一间不大的石室，正中央摆着一张石台，台上放着一只玉匣，石室四周还有几条通道，通往不同方向。虚关一哄，我低声念了一句，想起之前画图时标注的那4个字。叶哥，你说什么？没什么，先别碰那个玉匣，看看周围有没有其他出口。镜头扫过四周，我忽然注意到石室角落的墙壁上刻着一行小字，字体很古老，但我认得那是战国时期的文字。
木非木，种非种，后来者入此门者，九死一生。我心里咯噔一下。叶老师，这边有个通道，里面好大一片空腔，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我正要说话，视频忽然卡住了，信号断了。我赶紧重播，一直没人接，心里莫名有些不安。另一边，南海一艘渔船上，几个粗犷的男人围着锅喝酒吃鱼，领头的是个方脸中年人，人称三爷，很有威严，刀疤脸把一条鱼扔进锅里。三爷，绝地鼠被抓了。什么？因为一个叫叶城的绝地鼠的手下去抢什么摸金笔记，被叶城抓住了。他们顺藤摸瓜，把绝地鼠一锅端了。叶城写盗墓小说的那个，就是他。听说考古队那边直播，全靠他在指点，网友们叫他叶神。几个人掏出手机看直播回放，越看眼睛越亮。三爷一拍大腿，他娘的人才啊！咱们在这海上漂了这么久都没找到那个海底墓，要是这小子出手，没准就成了。三爷，他可是被警方24小时保护着，不好下手啊！老子不管，回去想办法把这小子给我抓过来。我连打了10几个喷嚏，差点没把自己送走。我揉了揉鼻子，又是谁在惦记我？叮！指点考古队打开玉门，奖励夜眼一双。我顿时大喜，以后黑天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技能可太牛逼了！要是真下墓，黑漆漆的环境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李朵朵在视频那头关心我是不是感冒了，我抽了抽鼻子说没事，让她赶紧进去看看。镜头转过去，陈教授已经激动地走进了墓室。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穹顶画满了壁画，四周是刻满铭文的石板，两侧各有一个耳室，正中间错落摆放着7口石棺，档次比外面那口高得多，上面密密麻麻刻着铭文。众人都懵了，从没见过这种墓葬方式。7口棺材，相同规格，这在古代违背尊卑关系。陈教授走到棺材旁，盯着铭文，可惜只能认出2、3个字。耳屋里倒是有陪葬品，但多是些腐朽的瓶瓶罐罐，金银器一件都没有。叶哥，你认不认识棺材上的铭文？我让他把镜头靠近些，仔细看了一遍，还真是老鲁的墓。这墓主人叫鲁神王，是鲁国的一位诸侯，天生掌管一枚鬼系，能向地府借阴兵作战。后来他说地府有小鬼作乱，要回去帮忙，给鲁国公磕了3个头就作画了。鲁国公希望他回来继续效力，就修了这座鲁王宫。陈教授听完说，史书上确实有鲁韶王的记载，是鲁国一位军功显赫的大将军，但王爵应该是自封的。要不要开棺？众人莫名打了个哆嗦，血尸的阴影还在呢。不急，陈教授，还记得我在图纸上留的那几个字吗？虚棺遗冢。陈教授一愣，这里面还有什么故事？所有人都好奇起来。我提起虚棺遗冢4个字，众人才想起来，当初我在图纸上确实留过这么一笔。其实从见到那个盗洞开始，我就有了怀疑。现在看到这7口棺材，几乎可以称定了，这里不是鲁寿王真正的长眠之地，只是一座虚棺遗冢。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陈教授追问根据，这座古墓完好无损，没有被盗过的痕迹，那盗洞的存在就显得古怪了。所以我猜测，当年的盗墓贼不是别人，正是鲁山王自己。什么？怎么可能？众人全懵了。解释之前，我先说一段关于鲁山王的野史。野史记载，鲁昭王的军队白天休息，夜里行军。他们去过的地方经常是坟多破败，问起来就说阴兵进出。你真觉得鲁昭王能借阴兵？世上哪有什么阴兵？你们不觉得这行为跟某一行很像吗？李朵朵呀了一声，鲁上王不会是盗墓贼吧？晚上挖坟掘墓掩人耳目，白天休息，被人发现就说是坟主人被召进了阴兵，才有了他能召唤阴兵的说法。我赞叹道，没错，朵朵你真聪明，这鲁上王就是个盗墓贼，还是官道的老祖宗，曹操都只能算晚辈。李朵朵脸又红了。陈教授若有所思，他虽然是老学究，但并不古板，甚至专门研究过野史，和正史相互比对，所以对我说的这段野史很感兴趣。冰冰惊叹着对镜头说，按照叶老师的说法，鲁昭王竟然是个盗墓贼，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盗墓界老祖宗的坟墓。网友们也炸了锅，有人说盗墓贼的墓被挖出来了，鲁商王自己都没想到有这一天，也有人提醒叶神说了，这里是虚棺遗冢，人家老鲁根本不在这儿。陈教授回过神来，盯着那7口棺材，眼神渐渐变得凝重。小叶，你的意思是，真正的主墓室在别处？我喝了口水，慢悠悠地接着说，这7口棺材看似随意摆放，其实是按北斗7星的方式排列。在盗墓界，这种下葬方式叫7星移棺，是盗墓界老祖宗的标志。但凡有些见识的盗墓贼到了这里，都会跪地叩首，然后原地退去。众人听傻了。陈教授用眼神把那7口棺材的中心点连成线，还真是个大勺子的形状。叶老师，既然您说这7星移棺是盗墓贼才会知道的，那您是怎么知道的呢？唰，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向了手机屏幕。我嘴角抽了抽，这些人怎么就不能关注一下重点，非要把我和盗墓贼扯在一起？直播间直接炸了。叶神懵了，解释不清了。叶神还敢说你不是盗墓贼？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冰冰啊冰冰，你这问题问的让我怎么答？我挠了挠头，这个嘛，多看书，书里都有，我那本小说的素材就是这么来的。说完我自己都觉得这理由站不住脚。叶哥的摸金属记里肯定有写。我假装没听见。陈教授倒是很给面子，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是追问起了另一个主墓室的事。小叶，你说鲁说王鸠占鹊巢，那个更古老的墓，你觉得会是谁的？能让他连这种忌讳都不在乎的，里面肯定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具体是什么，得进去了才知道。那我们什么时候进去？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不急，我顿了顿，
先把这7星移棺弄清楚。7口棺材里只有1口是真的，其他6口都是陷阱。那哪口是真的？最中间那口，我指着。但开棺之前得先做点准备。我看见小陈的手正搭在最外侧那口棺材盖上。冰冰的灵魂拷问把我问得有些发愣。这些自然是从书里看来的，你们别老纠结这个问题。我真不是盗墓贼，我才24岁，前10几年都在学校里读书，哪有功夫去盗墓？叶城，你懂得还挺多的嘛。我清了清口子，这7星移棺最早是盗墓贼用的，他们自知盗墓无数，怕死后遭同样的命运，就设计了这套虚棺之局。7个棺材，除了1个是真的，其他6个无论哪个被错开，都是九死一生，里面不是暗母就是邪术。到了宋代以后，这局被一些能人异士发扬光大。怎么分辨哪个是真的？行有行规，一般人遇到7星移棺都会叩头退去。但兵荒马乱的年月，有些搬山道人实在没办法，破了行规。有个高人就想了办法，用2根撬棍撬起棺材一角，在棺底打个小孔，用铁钩去勾，看能勾出什么，就能判断里面是什么了。搬山道人是什么？我摆摆手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信我说的话了吧？众人面面相觑，有理有据，没法反驳。老鲁还真就是个盗墓贼，亏得把自己包装得那么漂亮。精彩，精彩啊！我入行几10年，自认这一行门道无一不精通，可自从遇到小叶你，我才知道自己是坐井观天。我知道陈教授这话的分量，他是考古界的泰山北斗，这番话足以奠定我在考古界的地位。但我很清醒，我指点考古队不是为了荣誉，是为了系统奖励。陈教授，您太抬举我了，我不过是偶尔看过几本书而已，您才是真正的泰山北斗，是龙国的骄傲。陈教授见我如此谦虚，越发放不下心里的想法了。陈教授看着视频通话设备，终于说出了藏在心底的想法。小叶啊，我一直有个想法，我想请你加入我们考古队。陈教授这是要破格把叶城收入考古队，只要叶城点头，他就有这个能力。我愣了一下，加入考古队？陈教授先是自愧不如，又真诚邀请我加入考古队，所有人都震惊了。要是叶哥真加入了，是不是就能天天见到他了？我愣了一下，还没想好怎么回答，画面突然黑了，怎么回事？陈教授皱眉，李朵朵看了一眼，突然没信号了，其他人也都没了信号。直播没问题，用的是卫星信号，能穿透地下30米。我正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虽然以后可能会下墓，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能力还不够。丁，指点考古队7星移棺，奖励摸金校尉工具全套。话音刚落，面前出现了一堆东西：金刚伞、探阴爪、黑驴蹄子、捆尸绳、旋风铲。东西都是好东西，可拿出去岂不是实锤了我盗墓贼的身份？我拿起金刚伞看了看，全金属打造，伞面刻着八卦图。探阴爪上有锋利的3爪钩，还算顺手。黑驴蹄子又黑又硬，绝对是陈年老货。捆尸绳黑漆的，不知道什么材质，东西都不错，可惜真不敢用。不过我还是收了起来，以后真要下墓，绝对是一大助篓。墓室里和我暂时失去联系，众人又没了主心骨。小陈问要不要继续联系我，王岩说不能全靠我，以前没有我不也照样考古。陈教授点头说工作还要继续，但7口棺材暂时别动，让李朵儿多准备点黑驴蹄子和黑狗血，以防万一。有了血尸和魅的教训，他现在管不了什么风迷信了。王岩提议按我的图纸去找连接另一个墓室的通道，陈教授同意。众人研究了一会儿，确认通道应该在右边的耳室里，应该有一道暗门。仪器很快在耳室发现了空腔位置，暗门旁的墙壁上还有个铜制灯台，古朴精美。众人围过去想打开暗门，但蛮力没用，同样有机关，没有我的指引，他们还真觉得有些难。这些考古人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古墓里还有很多秘密，他们可能都忽视掉了。李朵朵竟然知道怎么开门，叶老师的书里写过类似的机关，只要转动那个烛台就行了。可以试试，这是墙壁，真不行还能破开，开错会被锁死吧？陈教授点点头，让李朵朵去试。李朵朵走过去，抬手就转，连犹豫都没有。竹杯转动，锁链机械声响起，地面微震，墙壁上一道石门转开。开了！朵朵你太厉害了！你们的宝藏女孩找到了暗门机关。还是老规矩，我们先进去探路。墓道不宽，2米高1米宽。张队带着飞鹰、火箭、铁头，在幽暗的古墓通道中，拿着战术手电慢慢往前走。走了几百米，一道石门推开后是更宽的墓道，3米宽2米高，青石板铺住。又走了200-300米，前面没路了。张队对照图纸嘀咕，图上明明有路的。几个人找了一圈，墙壁都是实心的。铁头说会不会通道在下面，用力跺了跺脚。几个人脚下忽然一空，直接掉了下去。变故来得太突然，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掉了下去。张队心里一沉，古墓里这种机关下面多半是尖刀利剑，他心中哀鸣一声。但想到陈教授他们没进来，又觉得值了。扑通几声闷响，个人摔在地上，疼归疼，但没死也没受伤。万幸下面没有机关暗器。张队爬起来，飞鹰、火箭、铁头，你们怎么样？没事儿，就是摔得有点疼，是自己跺脚惹的祸。咱们帮考古队趟路，总比陈教授他们摔强。几个人重新弄好手电，发现这里是个1米多深的大坑，四四方方，前面是条甬道。张队拿出图纸看了看，原来通道在下面。叶老师真是神了，正准备继续走，队长别动！啪嗒一声，有什么东西掉在张队背上。
尸鳖张嘴就咬，砰！枪响，尸鳖被打碎。绿色枝叶溅了张队一脸。你们看上面！飞鹰喊道。众人抬头，上面黑压压一片，全是尸鳖，大的有足球大，小的也有拳头大，密密麻麻。周围的孔洞里还在往外爬，快跑！几个人慌忙往前跑，尸鳖哗啦啦像下雨一样往下掉，枪声不断响起。陈教授他们正在清理陪葬品。黎朵朵忽然停下来，你们听，什么声音？谁在放鞭炮？这是枪声，听到请回答。众人都担心起来，张队他们出事了。陈教授让人用对讲机联系，隔了1分钟，张队的声音才传来，呼吸急促。我们遇到了尸鳖，这迷宫里好多的尸鳖。尸鳖带着尸毒，被咬多了可不是闹着玩的。队长，需要支援吗？别进来，这里闹鬼。张队一句闹鬼，让在场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凉气。张队是什么人？铁血囧士，面对敌人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如今声音里却带着惊恐。他到底遇见了什么？张队，你们到底遇见什么了？小战士追问。对讲机里迟迟没有回应。陈教授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原本以为里面只是个迷宫，现在不但有尸鳖，还有无法解释的东西。王岩后怕，要不是张队拦着，现在遇险的可能就是他了。就在这时，对讲机又响，飞鹰被一只手抓走了，我们正在追，快联系叶老师。一只手是一只细长的手，绿色的，有7根细长的手指，手臂很长，里面传来枪声很长很长。陈教授握了握拳头，不能看着张队他们出事，再找几个小战士和我一起进去救人。王岩要跟着去。众人神色坚定，一同朝着古墓方向出发，准备营救被困的队友。你还年轻，如果我出了事，以后考古队需要你主持大局。众人眼眶都红了。我要跟着去，我能联系上他。我也要进去，不拍到里面的情况，网友们不会甘心的。黎朵朵拿到了一部卫星手机，终于联系上了我，视频接通，她差点喜极而泣。不要哭，没事的，我知道现在的情况，你们先进去，千万注意安全。叶哥，张队他们说里面闹鬼，真的有鬼吗？有没有鬼我不知道，但从张队的描述来看，应该不是鬼，是一种特别的植物。植物？众人心里那块大石头莫名轻了一些。陈教授忙问我在哪里见过这种东西，在一本书里看到过，有一种上古神树叫九头蛇柏，和尸鳖共生，它有无数的细长藤蔓，藤蔓前面长着7指小手模样的东西。这种树本身只会困猎物，致命的是半生的尸鳖，被抓回去就会成为尸鳖的食物，尸鳖的粪便又成了树的养料。众人听得目瞪口呆。